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以说是你身体里最重要，但可能也是最常被误解的器官——甲状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身体的引擎，它完完全全决定了我们身体能量运作的节奏跟效率，而且它影响着超乎你想象多的人，特别是女性朋友的健康。你看哦，它的外形就像一只小小的蝴蝶，很安静地待在我们的脖子前面，但它掌握的力量却是跟引擎一样强大，足以驱动我们整个人体的运转。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个强大的引擎。好，那我们第一部分就先来搞懂这句人体代谢引擎吧，来了解一下这个能量的总指挥中心它到底是什么，还有它是怎么运作的。所谓的甲状腺它是一个内分泌腺体，位置就在我们脖子正前方，大概是喉结的下面一点点。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分泌两种超级关键的荷尔蒙，叫做 T4 跟 T3。这里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哦。甲状腺制造出来的荷尔蒙，其实有90%以上都是还没启动的 T4。你可以把它们想成是备用的燃料，会先送到血液里，然后再送到肝脏这些地方，在那里才被转换成真正能让细胞动起来的活性燃料，也就是 T3。那么，这个引擎到底控制了什么呢？说真的，几乎是你身体所有的大小事，从你的心跳快慢、体温高低，到你大脑能不能专心思考清不清楚，甚至连你肠胃蠕动的速度、肌肉有没有力气，还有骨骼里的钙质平衡，全部都是它在管。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甲状腺一出问题，你会感觉好像全身都不对劲。好，那第二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当这个引擎不是过热爆冲，就是直接熄火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也就是说，当你的新陈代谢速度整个乱掉的时候，这张图表就非常清楚地表注了两种极端的状况。你看，左边是甲状腺机能亢进，就像引擎过热一样，你会觉得心脏跳得超快，体重莫名其妙一直掉，整个人很焦虑，手会抖，超级怕热。那右边呢是甲状腺机能低下，就完全相反，像引擎熄火了，你会觉得累到不行，体重一直增加，心情很低落，超级怕冷，皮肤还很干。所以你看，这些症状从情绪到体温好像都没什么关联，但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的代谢引擎失控了。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知道自己的引擎状况好不好？这就要来看第三部分了，我们身体仪表板上的警示灯。医生就是靠着抽血看到的这些指标来诊断甲状腺问题的。那在这么多警示灯里面，你觉得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指标，是医生第一个会看的，用来判断引擎整体性能的灯号呢？答案就是 TSH， 也就是促甲状腺素，这绝对是首选，也是最重要的筛检指标。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观念要记住， TSH 的数值是反过来看的哦。当你的 TSH 数值很高，那代表你的大脑正拼命的大吼大叫，想要叫醒甲状腺，这表示你的甲状腺功能其实太慢了。反过来，如果 TSH 数值很低，就代表甲状腺太活跃、太亢奋了，大脑只好下令停止指挥，这就表示你的甲状腺功能太快了。这个观念很重要哦。当然啦，除了 TSH 之外，医生还会看其他的指标来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图像。比方说，直接测量血液里甲状腺荷尔蒙的存量。不过更关键的是，医生会去检查血液里面有没有一些自体抗体。这些抗体就像是犯罪现场留下的证据，可以告诉我们问题的根源是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正在攻击自己的甲状腺。好，第四部分我们就来聊聊引擎最常见的故障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根本问题导致功能失调的。我们直接来看这张图，你会发现甲状腺长结节其实是个非常普遍的状况，但好消息是超过90%都是良性的，通常不太会影响功能。真正导致功能异常，不管是亢进还是低下的元凶，其实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自己出问题了，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桥本氏症跟格雷夫斯病。什么是自体免疫甲状腺疾病呢？
讲白话一点，就是你身体的免疫系统好像保全系统错乱了，把自己的甲状腺当成是坏人来攻击。在桥本氏症里面，这种攻击会让甲状腺慢性发炎，慢慢的就失去制造荷尔蒙的能力，所以功能就越来越低下。而在格雷夫斯病里面，这些抗体反而是错误地踩下了油门，不断刺激甲状腺，让它失控地过度分泌荷尔蒙。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第5部分，我们来翻开这本引擎的车主保养手册，也就是精准的保养与燃料计划。我们来谈谈到底该怎么透过营养和生活方式来好好照顾我们的甲状腺。这张表格列出了一些关键的营养素，大家可以截图存起来。我想特别提一下硒，你知道吗？甲状腺是我们全身所有器官中含硒密度最高的地方。硒可以保护甲状腺不要发炎，而且还能帮助 T4 转化成有活性的 T3， 这真的非常关键，因为有研究发现，补充硒甚至可以很明显的降低桥本氏症患者体内那种会攻击甲状腺的抗体数量。那其他像是维生素 D、锌、铁、镁这些，对于平衡免疫系统、合成荷尔蒙，还有缓解各种不舒服的症状，也都非常有帮助。只要谈到甲状腺，就不能不谈碘。但是这里的规则非常精确，而且亢进跟低下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千万不能搞错。对于亢进的病人来说，因为身体已经在疯狂制造荷尔蒙了，所以你必须严格限制碘的摄取，不要再给它更多原料。但对于低下的病人，你需要适量的碘，可是千万不能过度补充哦，因为研究发现，过量的碘反而可能会加重自体免疫的发炎反应。这里还有一些很聪明的饮食策略，像是对桥本氏症患者来说，可以考虑试试看无麸质饮食。有些人发现这样有助于降低免疫攻击。还有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花椰菜、高丽菜，记得一定要煮熟再吃，因为煮熟这个动作可以让它里面会干扰碘吸收的物质失效。那亢进的患者，记得要吃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并且绝对要避开咖啡因和酒精这些刺激物，不然会让你的心悸跟焦虑更严重。好，当然除了饮食之外，药物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我要说的是，吃药的细节真的是关键中的关键。请大家务必记住这个4小时规则。甲状腺药物一定得在空腹的时候吃，而且吃完药之后至少要等4个小时才能喝咖啡、吃钙片、铁剂、胃药或是吃高纤维和黄豆制品。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会非常严重地阻碍药物在肠道的吸收，会让你的药效大打折扣。所以请你务必把这个规则当成每天最重要的行程之一来遵守。最后，我想用这句话来做个总结：适当的营养和生活方式调整，它并不能取代药物治疗，但是它们绝对是你在管理甲状腺健康的路上一个超级强大的伙伴。这两者一定要互相搭配，才能让我们的引擎运转得最顺畅。听完今天的内容，不妨花点时间静下来，问问自己，你的引擎今天运转得如何呢？希望这次的资讯能够帮助你更了解，也更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谢谢大家。